古先生，古先生，给你道喜呀！给你道喜呀！古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哼，否则呢？否则，荐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结实啊！啊，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荐送进京。这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野语，不足为凭。钦犯已死，臣看管有书，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朝廷红着眼睛要钱，岂非更加儿戏？不用怀疑，你已经死了。瑞林把你交给我的时候，你就是个尸体。他怎么来的？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我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不然呢？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为什么走？去哪儿啊？出去转转。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你自己保重吧。我明白，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好，这样便好。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
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青山一发是中原，到他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来。财富如海，众生作舟。浮沉一世，无非是个过客，又何必太在意？你的中国朋友送来了礼物。小虎啊，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4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入尘，文明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1张。革命若不济，吾自当全力供应。
接下来，请问一下导演，你认为几位主演我们角色的最大的魅力分别是什么？以及您创作这个剧本、创作这个我们整部剧集，您想通过这些角色传递给我们观众的是哪些呢？我这个角色呢，他每一个人的特点特别的执着强烈，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只能最简略的说，你比如说像小哥这个角色。他其实完成的是一个，中国最传统的书生，一个仁义礼智信这样五种美德，在最传统的美德里走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旧时代旧道德里的新人物，是这样一个角色设定。孙谦这个角色呢，实际上就是3个字，叫江湖道，他走的就是江湖道。然后呢，这个罗一舟演的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有点像。他们家是皇商，皇帝的皇，商人的商，实际上是属于内务府一类的，专门向帝王供应东西的商人。那他有出息，唯一能做的有出息的事儿，就是帮他爹花钱就得了。是这样。真羡慕啊！就是不要琢磨用李家产业创业这个事。对，不要搞创业，创业就是失败。你像那贾宝玉最有出息的时候是帮着他爹花点钱，其他不要乱搞。对。对，这是李沁。然后呢，这个苏子轩演的这个角色是，就是云中龙的这种形象，只有一爪一鳞，他不能露更多，所以从头到尾并不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说明白，他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半隐半现的，是这样。然后呢，这个白一梅这个夏寒之这个角色，他是另外一种，他的表面跟他的内心很撕裂。他出生在一个很压抑的这么一个儒教家庭环境里，但是他内心还是会遵从他自己那个灵魂的。他所以整个人是在一个巨大的撕裂状态下，把自己给烧毁的，是这样一个形态。其实这些角色，包括我们剧中其他的角色，也是有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能不能去写一些骄傲的中国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自得其乐。而且非常的舒适，去把这个东西如果能创作出来的话，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精气神儿，就是这个戏最大的贡献了。掌声送给导演，好不好？也谢谢导演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这么精良的作品。我们也希望通过剧中的每个角色，把当下非常正能量向上的中国人的面貌展示给更多的观众。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初印象的标签。接下来我们来依次展开聊一聊。首先问问我们的小哥，因为我们看到古平原是有宁古塔流放经验的，而且剧中他是先是黑户嘛，然后一步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富商，成为了大富翁。你认为古平原的前期和后期他最大的转变来自于哪儿呢？在剧中，就是我越演到后面，我越是有感觉，就是可能他骨子里他就带着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到最后期大家看到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不经历上天给他的这些磨难，这些重重考验，他不会认识到自己，因为只有这些事情过了以后，他才一步一步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我是那样的，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原来我还可以那样。但是如果命运不给到他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他以为他只是一个读书人。慢慢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可能也是重新认识到自己，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原来我的能力不止于此。所以也是命运和剧情推着古平原在往前走。反正我刚开始进入到剧本的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他可能一个人呢，他一开始是不行，就像升级一样，他经过了一些事情，把它雕刻，把它磨练成另外一副样子。但是就演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好像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他就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对。那小哥，你认为古平原这个角色，他一生如果给他总结一个他追求最大的目标，你觉得这个角色在追求什么？道心呗。对，道心，回家种田，是不是？导演刚才补充了。是的。好，这是我们古平原这个角色。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芊芊。其实之前孙谦饰演的很多角色都有着不被定义的女性力量的感觉，也收获了大家很多的喜爱。在孙谦看来，常玉儿身上最打动我们现代的女性观众的特质，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她很纯呢，然后她是一个就是酷飒都是大家看她的模样，但我演她
也好，就是她最吸引我的地方也好，就是她是一个少女，我觉得什么都不比一个少女更可爱。对，所以她从内心和样子都是少女，非常非常的追求理想的。对，她对爱也好，对每个人的情感也好，她都是出发点是一张白纸一样。非常纯粹的一个女生，这是我们眼中的玉儿。那接下来问问李青，因为这个角色我们刚才在1个小时的片花里，其实看到了一些片段，有一些你的大感情戏，跟爸爸吵架呀。来晚了，应该早点跟阿姨一起看，跟阿姨一起看一看我们一周的精彩表现啊！你认为李青这个角色跟一周你本人，最大的不同和相似的地方分别是哪？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大师哥，我们导演对我的信任，把这个角色交给我。我就首先拿到这个剧本之后，我先找共同点吧。我觉得李青最本真的核心，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发心是比较善良的，所以他即便家财万贯，但他在遇到流民的时候，他依然会从怀里掏出2块银块。去救那些孩子们，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立点。如果说不同的话，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他这个出门这不带100-200号人出门，感觉不太到位是吧？不够他排场是吧，导演？没排面。对，没排面了就所以这个东西包括他的社会环境、他的家庭环境，他跟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部队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他比我来说，他更加的不羁，他更加的想去挑战规则，所以这个是底层逻辑上有点区别。所以李青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啊。我喜欢，我真的很感谢能饰演这个角色吧，包括大家对我的帮助因为他挺不同的，跟我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也期待我们李青的故事在我们的大山艺人里徐徐展开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幕后大佬子轩，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角色每次出场的时候，他有一种杀伐果断的感觉。那李纯老师其实之前在这个赛道上也是一骑绝尘的，塑造过很多成功的这个角色。你认为这次子轩这个角色跟您之前过往诠释的一些角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相似的地方？杀伐果断，我会觉得苏子轩跟所有的角色不同点在于，他的根基是非常夯实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在他自己身上，而且他是一个有强女思维的一个人，非常独立。我觉得和我之前扮演所有的角色都完全不一样，他是掌控全局的，所以演起来特别的爽。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开始在找这个角色的感觉，因为就是他的这种运筹帷幄和这种气势，可能他人没出来，他的气势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也很感谢导演在就是表演的，比如说台词的速度啊，包括肢体语言的表达呀，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部戏。反正整个过程非常爽。刚才看了这个片花之后，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荧幕上看咱们这个片花，就觉得现在就很荣幸能参与这部戏的拍摄，是个非常难忘的经历。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给导演点个赞啊？我们在这么大的荧幕上看到我们1个小时快速剪出来的这个小片花，大家都觉得那个情境一下子都能把我们带入当时的场景。其实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创们，非常精良的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是我们的子轩，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白一梅。白一梅这个角色，其实你有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线嘛，所以这段故事在我们的剧情往后铺陈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小小的透露一下？关键的剧情我们先不说啊，就是你白一梅和我们的李成的这个爱情故事。白一梅跟李成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去不爱他，他更是像是一种基因上的选择，就是我对他是有一些不可抗的吸引力，他对我也是，然后两个人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出现了，然后虽然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就心里的这一股爱，你没有办法去对他说不。所以就是情不自禁的要去追寻一个心中的理想的爱情，要去靠近他，想要跟他在一起久一点，再久一点。那相信其实在整体的剧中还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
以及各种转折。那我们就期待你们两个的角色在剧中的呈现了，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剧中的李成还有白一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整个剧的片段，其实每一个部分都特别的精良，大家在我们的 IMAX 的大荧幕上一看也非常的带入。想问一下导演，我们听说其实剧集整个的150天的拍摄周期，我们辗转了东北、浙江、上海、安徽、内蒙古全国的5省进行实地的拍摄，是怎么想到要实地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戏它没有办法靠着虚拟棚把它拍掉，因为我们里边这个戏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和一个传奇的人物故事这么组成的。你要拍那个质感的部分，你肯定要大山大水的来拍才可以，所以我们跑了这么久。就想想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在现场换场的时候，我就想跟演员开个玩笑，因为刚刚到了横店，在东北特别苦，说现在演员最怕什么？我说我要把演员都找过来，然后告诉他们我们要重新回到东北去拍摄，然后要把他们都吓死，然后我就马上说来把演员都请过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然后所有人都来了，我说我们有点问题啊，有一场戏有错误，我们要回到东北重拍，然后现场所有人惊叫。然后除了小哥反应非常木然，看着我很久问哪一场啊？我说你怎么不害怕呢？他说我反正要演到最后一场的，对吧？他说你哪一场你告诉我就可以了。靠，没把他吓住竟然。所以那次是真把其他人都吓坏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拍摄的小故事。所以小哥当时内心的 OS 是什么？猜到了他在骗人，还是说没有？就是我。平静的接受这一切。对，因为对，就像导演说的，我反正我是跑不掉的嘛，早拍晚拍去哪里拍，反正就是拍嘛。对，我只是想问一下，哪一场戏出问题了，需要整个剧组费这么大的周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回去拍，我就想知道是哪一场戏，到底出了多大的问题？我们得全组飞回东北再去补镜头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也感谢导演选择了实景拍摄，所以呈现出来了很多非常贴近生活和有质感的镜头。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小哥，因为刚才聊到古平原这个角色嘛，您认为就是陈晓本人跟古平原身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地方？安徽人，对，安徽人，最开始的时候。接到这个戏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张挺导演编剧，我演徽州人，当时的感觉就是，好像就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演，就一种召唤吧，有这种感觉。这也是跟角色之间的缘分啊，就是感觉这个角色就该是我来演的。导演当时怎么促成了这段跟小哥的缘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没有剧本出来，大家就觉得是他，然后我们也只找了他，他拿到以后也没有多说任何别的问题，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讨论关于拍摄问题了，中间没有别的波折出现，这就说明他就是古平原本人。古平原本源就是小哥了，所以小哥有用到一些安徽话去带入一些角色的部分吗？没有吧，我觉得。我在安徽人这个上面可以不用塑造，已经深深的打下了安徽人的标签，是吧？啊，我们的小哥啊，我们的古平原这个角色。好，接下来再来问一下芊芊，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玉儿绝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所以孙芊，你是如何看待常玉儿对待古平原的这份感情的呢？就我挺羡慕，也挺想成为玉儿的，因为她很勇敢。然后他也不辜负自己的感情，他跟古平原之间的爱情也是属于一见钟情吧，在我这里肯定是这样的。就不管古平原，不能剧透，他对他始终如一，我觉得很厉害。不管古平原怎么，请听。下回分解啊！但是玉儿还是始终如一，这是我们非常专注的玉儿。接下来再来问问一周李青这个角色塑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难的点，或者说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具挑战应该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没有的一些人物关系的呈现。就像我跟我的父亲。
就在我的家庭里面，出现争执啊、出现矛盾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少的。我们很少，就像大家刚才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那样，就是大声的理论，大声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要跟自己的严厉的父亲。所以这个点确实是需要做功课，因为这不搞清楚人物关系，观众们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当时就跟导演、跟小哥、跟我的师哥师姐还有请教很多，然后包括主要是跟黄老师黄老师这个搭戏的磁场，我们一般会在实拍之前，我们把所有的人物逻辑、把对白都对清楚，然后把明确的动机对清楚，然后最有一个对我帮助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像在学校排练一样，就特别像在回到中戏的感觉，我们一边的把所有的东西排得扎扎实实，然后再进行拍摄。所以这样综上所述对我帮助比较大，然后最终才拿到了这个父子关系的这样一个体现。最终的呈现要感谢我们剧组同学们的帮助，感谢所有各位姐姐。好，这是我们的李沁，我们也期待我们一周诠释的这个角色。接下来再问一下李纯，其实之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小哥在一次爱奇艺的采访中说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古平原完全被苏子轩拿捏了。所以李纯能不能给我们来提前透露一下，你是怎么样在剧中这个角色我们的子轩去拿捏我们的古平原？你觉得被我完全拿捏了吗？我个人啊，就是演到最后，其实我会觉得，因为苏子轩没办法完全拿捏住古平原，所以苏子轩最后还是非常欣赏他的，因为所有人苏子轩都是可以拿捏，反而在苏子轩认为可以拿捏古平原的时候，古平原在他意料之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会让苏子轩特别的崩溃。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吧，苏子轩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前瞻性的一个亦敌亦友也好，会觉得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整个拍摄下来，我会感觉苏子轩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但是他可能觉得当下的日子过得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回到从前那些，百姓过得好，大家过得好，整个国家都非常好的时候，他为之而做出努力。那他会发现古平原其实可以看到未来，古平原是为了未来而努力。所以在最后，我觉得其实没有完全拿捏他，只是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走向。所以其实过程中也是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对，很多精彩跌宕起伏的故事。其实有时候时不时很想弄死他。是吗？有真的动过杀心？非常有啊！后来一次在这个杀心的边缘，还是被我们的古平原俘获了啊！是的。好，这是我们的古平原，还有我们的苏子轩。接下来再问问韩芝，其实我们白一梅这个角色在饰演的过程中，你也辗转了几个地方拍摄吗？有没有什么拍摄中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其实就是黄山还有黄山还有横店这两个地方。我觉得难忘的事情就是，在我刚开始拍的1、2天的，应该是第1天的时候，然后品哥就在现场加了一场戏，是剧本里面没有的。然后我觉得那场戏就是把我直接拉到了这个人物状态里。他说你就去设想你对那个李晨的爱，然后你在家里，你其实就是很焦灼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跟你的内心有着非常激烈的斗争，就是刚才婷导说的那个撕扯的感觉，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就像一个恶魔一个天使一样在做斗争，对。所以其实那场戏是临时加的。是的。导演在这个过程中啊，真的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一边得担心现场拍摄，一边还得把控全剧本。导演这个创作的几个月过程中，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他们真的非常优秀，每一个演员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其实不光是向安之这边现场调整，小哥跟孙谦的戏，他俩在一块儿的几乎每一场都会调整，他们自己也会出很多好的主意。剧本只是一个想象力弹跳的一个跳板，实际上他们俩婚姻之后的相处的戏，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俩，确实很好。所以我们的演员们在
创作的过程中也贡献了很多自己的力量。啊，那肯定的，那必须的。